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速酷3C 团。今天呢，非常的兴奋，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一次有机会你可以入手的 logo。仔细看一下它是什么 logo， 它是米粉的 logo。这一次小米米粉节，当然哪一只手机呢？就是有号称全能小金刚的 Redmi Note 13 Pro Plus 5G， 而且这个 logo 跟大家讲，它是全球限量的，非常的稀少。好了，那就正式开始介绍啦。等，先不要急着按跳过啊，先帮我们按一下下面那个订阅，就是你那个左下角旁边那个订阅，没错，把它按下去，谢谢。盒装，各位观众 ，logo 这是信仰啊，各位。这一次要介绍的这一支米粉特别版呢，有一个客制化的颜色，它叫做幻影银。那我们来看一下盒装的内容物，打开之后一定就会看到，就是这一支全球限量 Redmi Note 13 Pro Plus 5G。那小米一直都是很澎湃的嘛，已经贴好了塑胶的保护贴。接下来内容物呢，也是里面有一个独特的米粉的信仰贴纸，这我要留起来。不要，我要贴在我的笔电上面。接下来它是支援120瓦的充电头，以及这一个 USB-A to USB-C 的充电线一条。接下来同样有一个保护壳，但不得不说，既然你都已经拿到了米粉特别版了，我觉得你去包膜就好。你知道走在路上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就是资深的米粉啊。最后卡针2本比较厚的不用看了。在外观上呢，这一次小米除了提供了幻影银的全新的这个配色，以及搭配了这个全球限量版米粉的 logo， 它呢也是红米首款使用曲面萤幕的。我们过去知道，其实旗舰手机才会有曲面的萤幕嘛，甚至你可能要2-3万的手机才会有，但它这一次直接下放到了这一支全能小金刚上面。正面呢也是使用康宁 Victus 的玻璃保护，那它里面呢，它其实在4边都做了一些防撞的，就是补强，它是使用了铝合金加复合材质去做更好的防撞、防护、防摔测试的一个条件。边框的上方跟下方，各位有看到比较多的开孔。这一支 Redmi Note 13 Pro Plus 5G 呢，它是双喇叭，然后它一样保留了米粉一直以来非常好用的这个红外线遥控器的功能。SIM 卡卡槽是在下面，而且终于有人听到我的说了，它的洞是两边位置是不一样的了，没有放在一起了。背面部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次的镜头模组，它的镜头特别的大颗。这一次呢，它的规格是非常的香，我们等在后面会跟大家介绍。而通常我们知道，就是在镜头模组上可能他们会有单独一个区块，但它这一次小米的这种一体设计蛮特别，是切割成了几个方框，然后去放上不同的东西。而握感体验上啊，曲面萤幕其实最大的好处不是视野的开阔，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握感会更好。就像我常常会分享的是，我们有时候单手拿，小指会在下面，但如果你下面的话太有棱有角，就会凹进去。讲完了外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画面上这一支手机的基本规格。它的萤幕呢是 1.5K， 支援120赫兹更新率，而且游戏模式下最高可以到2160触控采样率的 AMOLED 萤幕，具备1800尼特的亮度，其实在这个价位带已经非常的顶了。另外，它在台湾上市，它就是提供了12GB LPDDR5 的记忆体跟512GB UFS 3.1的储存空间，就只有这个版本。另外，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是它有120瓦的快充，各位120瓦。小米14这一支手机呢，最快现在稍微调整一下是90瓦嘛，但这一支红米它居然可以到120瓦，19分钟就可以充满它的电量。它还具备了 IP68 的防尘防水系数，这个价位带就有 IP68 的防尘防水系数，真的非常实用。好了，那讲完了这些基本的规格，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一些效能跑分的实测。那一样少不了第一个就是ANTUTU的跑分，再来是 Geekbench 6的跑分，储存空间记忆体的数据，还有我们最近新加入的 PCMark 跑分。看完了跑分，当然会有一些实测啦。这边就要给大家就是温控跟声音的实测。温控方面实测，户外温度26度，室内空调温度25度。那手机待机温度是25.3度，观看 YouTube 30分钟是来到25.5度，然后游玩游戏30分钟只是来到29.9度。铃声最大测试呢可以来到80.5分贝。接下来就讲讲这一支全能小金刚的相机规格啦。它的主镜头是一颗2亿画素 f1.65 超大光圈的主镜头，再搭配了一个800万画素的超广角，以及一颗200万画素的微距镜头。正面是一颗16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除了有2亿画素在这个价位带非常独特的高画素主镜头之外，这一支手机还主打还有2倍跟4倍的无损变焦。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你今天想要拍一些比较人像啊，或
或者是更凸显、更立体，或者想要把一些远的距离比较不容易靠近，但是你想要把它拍得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到变焦。那变焦我们都想要讲有光学变焦，或者是无损变焦，或者数位变焦嘛。无损变焦就是不影响你的画质，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成像效果。而2亿画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拍照啊，其实不是你拍出来的东西不好看，而是说，你的取景之外，你可能要去做一些裁切的调整，把多余不必要的东西去把它裁切掉，那它其实会呈现一张不错的照片。那这一点其实我之前认识过一些摄影师，我发现他们拍完照片之后，他们都会做一些裁切，然后去把多余的地方去掉，你就发现，我跟他都拍一样的画面，但为什么他的比较好看？因为他把多余不必要的东西都已经切完了。那如果你是用1000的百万画素拍出来的照片，做完裁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没有这么的清楚，就没那么清晰。那这就是2亿画素的好处了，它的清晰度会比1000的百万画素的裁切好非常的多。好了，介绍完它的相机特色，那我们一定不免俗来看一下我们生活拍摄样张，给大家参考。最后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这一支 Redmi Note 13 Pro Plus 5G 米粉限定版，就是全球限量之外呢，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幻影银。它的售价12G 加512GB 就只这个版本，它的建议售价是12999元，够超值了吧？在这个价位带，有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充电速度啊、防尘防水啊、2亿画素啊，还有这个 1.5K 的 AMOLED 萤幕啊，而且现在米粉活动开始啦，米粉节，大家为期2周的米粉节现在正式开始了，我应该要买爆。像那个新的体脂计，我可能就会买个好几台，不到500块，真的很夸张哎。小米同乐会社团还没加入的，赶快来加入，因为我们会有跟这支有关的活动跟大家做分享，请大家期待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 Redmi Note 13 Pro Plus 5G 全球限量米粉特别版的开箱影片，我是阿贵，下次影片再见，拜拜。